咱们中国人啊，说话做事都有个特别的讲究，那就是反着来。你有没有觉得，有时候你越喜欢一件东西，就越要装作不在乎，这样才容易得到？你心里明明高兴的要死，脸上却要波澜不惊，气得肺都要炸了，还得表现得淡定自若。这就是咱们社会上的一套潜规则。别人嘴上说没关系，其实心里在乎的不行，说没事儿，往往是内心波涛汹涌。所以听人说话，看人做事，你得学会反着听，反着看，能反向理解，反向顺从，你才是正常人。要是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，那才真是怪了，最后吃亏的也只有你。你可能还记得数学上的负负得正吧，一个负数乘以另一个负数，结果反而变成了正数，但一个正数碰上负数就成了负的。这个道理在人际交往里也一样，当别人跟你玩虚的、耍心眼的时候，你得比他更虚更深，才能把事情掰回正轨。咱们都学会了反着表达，互相反着应对，结果呢，反而能达成正向的结局。一旦你琢磨透了这一点，很多之前想不明白的事，一下子就茅塞顿开了。想想看，那些嘴上仁义道德挂着，开口闭口利他的人，他们心里盘算的老毛都是自己的利益。因为啊，一个人越是缺少什么，就越想表现什么。所以下次碰到那些说话好听的让人发麻的人，你可得多个心眼，他们内心的盘算可能比你想象的要深。千万别轻易相信别人的甜言蜜语，就看他们的实际行动。这个社会最微妙的地方就在于，你眼睛能直接看到的东西，9成9都是假象。明星收入作假，上市公司财务造假，大学论文注水，收视率掺水，电商刷单造假，直播数据注水，连奶茶店都能花钱请人排队制造网红假象。这让我想起《金刚经》里那句：凡所有相，皆为虚妄。过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这里说的如来可不是佛祖本人，而是一种能看穿真相的智慧。孙子兵法也说了：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，兵不厌诈。意思是表面上看起来虚的东西，可能正是实的。而那些看起来板上钉钉的实物，说不定就是假的，兵家就得不断耍诈，这恰恰也是这个社会的精妙之处。他用一层层的假象来迷惑我们，考验我们深度思考的能力。那些能建立起优秀思维模型的人都能独立思考，从而识破这些假象，一步步走向成功。反过来，那些人云亦云随大流的人，眼里看到的都是表象，他们很容易被这些假象蒙蔽，最终被社会淘汰，甚至被人反复收割。不得不说，这个社会的秩序和逻辑设计真是太有智慧了，能在其中站稳脚跟活得明白的人，真不是一般角色。我们常说社会有2套运行秩序，一套是只能说不能做的，这是孔子那一套，全是仁义道德；另一套呢是只能做不能说的，这是鬼谷子发现的，里面全是阴谋诡计。所以你得记住，有些事嘴上说说可以，但绝不能付诸行动；有些事你只能悄悄去做，但绝不能对外声张。如果一个人言行一致，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一模一样，那他在社会上往往混不下去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口是心非、嘴上一套的人反而特别受欢迎，因为他们恰好符合了社会运行的道，这就是咱们中国社会的道。那什么是道呢？一阴一阳谓之道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能把一件事拆分成2个对立面，并且能同时驾驭这2面，那他就符合了道。其实中国最厉害的处事技巧就是以虚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面对那些坏人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比他们更坏。如果你一味的使用善良去感化他们，结果往往是悲剧一场。要真正看透这个社会，真的需要极大的智慧。2. 搞定人的黄金法则，如何成为那1%？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中。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，绝大部分人其实都是糊涂蛋，根本不可能掌握真理，也因此一辈子都在被人收割。世界上99%的人整天琢磨着不劳而获，就喜欢那些短平快的刺激，就是不爱思考，就是肤浅。而商业的本质，就是利用人性的这些弱点来赚钱。当然，这里有个大前提，你自己必须先克服这些弱点，成为那1%的明白人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在复杂的人性丛林里穿梭自如，把那99%的普通人一网打尽。整个过程轻松洒脱，不带一丝执念。所以啊，赚钱本身也是一种修行，一个去除人性弱点，让自己的心性越来越成熟圆满的过程，不然你自己也会跟着一起沉沦。那么，商业最大的道德是什么？就是满足人心。世界上那么多人，内心残缺、不成熟、不理性、不爱思考，更就像嗷嗷待哺的巨婴。如果你能满足这么多人的需求，并且让他们相安无事、安分守己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道德，甚至是一种功德。世界上最难的事，其实有2件：第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子里；第二是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里。前者是触动灵魂，后者是触及利益。所以有句话说，触及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。但有意思的是，这2件事往往是同时发生的。只要你能把思想装进别人的大脑，触及他们的灵魂，别人就会乖乖的把钱放进你的口袋，这不就是触动了别人的利益吗？因此，世界上最顶级的本领，就是随时能给那99%的人的大脑重装一套系统。而对于这些芸芸众生来说，
如果他们一直享受着商家抛来的各种诱饵，比如短视频、娱乐节目、游戏等等，那么他们只会越来越被收割，越来越被收割。只有极少数人能忽然醒悟过来，发现自己不能再这样沉沦，开始学习思考，拥抱长期主义，才能逐渐走出自己的困境。这就是99%的人生活常态。微信里朋友很多，却没人能说心里话；通讯录里号码一堆，却没人主动联系你；手机偶尔有陌生来电，不是让你贷款的，就是让你买房子的；不是送快递的，就是送外卖的；不是骚扰电话，就是电信诈骗。工作上百无聊赖，既不想向前迈一步，又不敢后退。创业呢，没那个胆量，也没那个资本去折腾，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干啥。躺平又觉得不安，晚上睡觉前想了千条万条路，早上醒来却发现哪条路都走不通。娱乐节目追完了，电视剧也不想看了，游戏也玩腻了，就靠刷刷短视频和直播打打鸡血，靠网购和抢购来保持生活仅有的一点点情趣。明明知道自己很空虚，却又不知道能做些什么，迷茫不安，焦躁抑郁，没能力改变，也没勇气逃离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活在绝望的平静里。然而人性里最不可思议的一点是，人们普遍觉得花5年时间去做一件了不起的事，然后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，太漫长了。但如果让他们花40年时间去浑浑噩噩的生活，每天原地打转，忙碌在一群无趣的人中间得过且过，他们反而觉得没什么。人生所有的痛苦，除了疾病带来的身体疼痛，其他的痛苦统统都源于人的观念和执念。执迷不悟，迟迟不开悟，这就是众生艰苦的根源。人不是被事情本身困住了，而是被自己对事情的看法所困住，也就是被自己的思维和认知所困住了。世界上最大的监狱就是人的思维，每个人都活在一座思维监狱，一个认知的牢笼里。同样的，外界的一切苦难都是为了提醒我们，是时候冲破自己的思维枷锁了。但是真正能觉醒的人毕竟是少数。我们常说，一个人的觉醒1%靠别人提携，99%都得靠社会的千刀万剐。很多人宁愿借10万块钱去医美医院整形，也不愿意提升自己的思维和认知。再举个例子，如果把香蕉和金钱放在猴子面前，猴子一定会选择香蕉，因为他不知道金钱可以买到很多香蕉。我们嘲笑猴子的无知，但其实我们也经常犯这种低级错误。比如把金钱和认知放在人们面前，人们往往会选择金钱，因为太多人不知道，认知不仅可以换来很多金钱，还能换来幸福健康。人和猴子一样，总是被眼前看得见的小利所吸引，却不愿意去思考他们背后的东西。这是动物的本能属性，而99%的人都保持着这种动物属性，并且乐此不疲，永远无法成为那1%的人上人。如何才能成为这1%的人？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，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强。了解自己，超越自己，是这1%的人最典型的特征。首先，这是个非常难理解的常识，人生中最难看见的东西就是自己。即便我们照镜子，镜子里的我们也未必就是真实的我们，因为有一个物理学定律叫不对称原理。那我们到底怎么才能看见自己呢？只有当自己撞上一些东西，然后反弹回来，这时我们才能感受到自己，才会看见自己。所以看见自己的最好方式，就是把别人当成我们的镜子来映射自己的内心。我们看到的一切贪嗔痴慢疑，都是我们内心的投射。我们不接纳和不喜欢，就意味着我们内心某个地方有缺失。比如看到别人秀恩爱就反感，往往是因为我们内心缺少爱；看到别人炫耀就反感，往往是因为我们不够自信；看到别人很痛苦，往往是因为我们感同身受，内心也有泪。当我们看到有东西呈现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觉察自己，我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？内心哪里有缺憾？别人最让你讨厌的地方，通常也是你最受不了自己的地方，只是你自己都不愿意承认而已。因此，凡是让你讨厌、嫉妒、怨恨的人和事，都会重复出现，直到你能真正接纳为止。这其实也是世界在倒逼我们接纳自己。外在一切反感的现象的出现，都是为了让你自己变得更加优秀。就看你能不能在第一时间正确的察觉。我们越是抗拒这种冲突，反感的体验就会持续和加剧。当我们反观自己的内心，就不适宜的内心，去觉察自己的问题时，反而就会跟自己和解了，跟外界的冲突也就消失了。真正的和解是跟自己的和解。当我们通过世界反观了自己，看见了自己，完善了自己，接纳了自己，我们就接纳了全世界。这就是本自具足。人到了这一步，就活成了那1%的人。当你内心比任何男人都刚毅勇猛、杀伐果断、勤奋自律、毫不留情，都是外表又比任何女人都明媚温柔、察言观色、心思细腻、以柔克刚，从此世间再没有人是你的对手。大家切记，未来的人只分成2种。第一种是99%的顺人性的人，也就是芸芸众生，专门每天刷刷短视频，看看直播，玩玩游戏，抢购山寨产品，充当各种吃瓜群众。这种人也只是社会资源的消耗者，他们对社会的唯一贡献就是顺应了算法机制，取了大数据的一部分。第二种是1%的反人性的人，他们保持独立思考，高度自律，时刻都在精进。
算法拿捏不了他们，他们反而能看透算法，掌握了社会的规律、真相、事实，都是社会的引领者。反者道之动，弱者道之用。凡是能做到反人性的人，一定都是非常厉害的人，他们就成了那1%。那么，当你成为1%的时候，该如何去搞定别人呢？请记住一条黄金定律：你只要说点好话，就能搞定50%的人；你只要给点好处，就能搞定70%的人。你如果既说好话，又给好处，你就能搞定90%的人。要利用人性的一切弱点，恰如其分的说好话，再加上投其所好的给好处，也就会搞定99%的人。请记住这段话，这是你搞定人的法宝。如果你做到了这些，依然搞不定对方，那恭喜你，对方也属于那1%。当2个1%的人相遇，那将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。究竟什么叫命运？彻底颠覆你的认知。首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巧合，科学家们发现，在现实空间里，只有4%的物质是我们能看到的，剩余96%的都是暗物质。恰恰是这些看不见的暗物质支配着世界的运转。心理学家也发现，我们头脑中只有5%的念头是有意识的，剩余95%的念头都是被潜意识支配着。恰恰是这些感受不到的潜意识操控着我们的行为，这就是著名的冰山理论。心理学家荣格说过，如果你感受不到你的潜意识，那么你就会被它操控一辈子。当你意识不到你的潜意识的时候，潜意识就会成为你的命运。一语道破天机，所谓命运，不就是那96%的暗物质，不就是那95%的潜意识吗？潜意识之所以潜在深处，是因为它比我们的后天意识诞生要早。后天意识是环境熏陶的产物，而潜意识是先天就存在的。我们可以把我分为3个部分：动物属性的本我、社会属性的自我，以及高维空间属性的真我。而潜意识就是那个真我。每个人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个真我，也叫超我，它超脱于世俗之外，因为爱、智慧、美德而存在。一旦你找到了这个真我，就相当于开启了真正的能量大门，它会源源不断的给你提供能量，让你像开挂一样把很多不可能变成可能。真我保存着我们的经验、信念、认知，也决定着我们的观点、行为、选择等等。其实人生中最珍贵的东西，比如天赋、使命、特长、悟性等等，都归真我保管，只是它的维度比较高，我们一般很难觉察到它。想想看身边的人，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一些学生时代看起来特别优秀的人，后来却成了平凡的芸芸众生，而又让那些小时候平平无奇的人，后来做出了意想不到的成就？答案很明确，他们找到了真我。我们都知道，一件事能不能成功，主要取决于3个要素：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但实际上还有比这3个更重要的因素，那就是几何和神助。这段话的完整版是这样的：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，人和不如几何，几何不如神助。所谓几何，就是自己跟真我和解；所谓神助，就是真我会在暗中给你助力。真我就是你的元神，他默默地陪伴在你身边。一旦你找到了他，并利用了他的力量，那么做人做事就如有神助，可以顺风顺水。真我包括2部分，一个是天赋，另一个是使命。所谓天赋，就是总有那么一件事，你生下来就可以做得比别人好，不需要任何原因，你在这方面就是天生比别人厉害。所谓使命，就是有那么一件事，你生下来就想做，魂牵梦绕都想做，哪怕没人给你任何好处，你还是想做。使命和天赋是我们链接真我的2大通道，也是链接高维世界的2大通道。因为这2样东西都是与生俱来的，是我们从前世带来的，唯有它们才可以链接到真我，链接到高维空间。一旦打开了这2大通道，我们就可以随时获取高维空间的能量，轻而易举地获取成功，并且活出真正的自己。人生的真正归宿，就是天赋和使命综合在一体的真我。有句话叫举头3尺有神明，这个神明就是高维的我，也就是真我，他一直在你上方默默地看着你的所作所为。苏格拉底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认识你自己。道德经里说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，都是在告诉我们一定要真正找到自己的元神。人之初性本善，人刚生下来的时候是纯真善良的，但随着长大被世界熏陶，行为被世俗沾染，童真被物欲遮蔽，开始变得贪嗔痴，为了追求外在的认可，日夜不停地奔波，长此以往，真我被掩盖，那一层灰尘越来越厚，行为也越来越迷失。王阳明教人的良知，其实就是要去深挖那个最初的自己。禅宗里说明心见性成佛，每个人都有佛性，只是被蒙蔽了。我们要不断通过内观和自省去觉察它，其实就是不断洞察那个高维的自己。哲学家说要寻找自己，我们说要不忘初心，其实都是同一个原理啊。为什么99%的人都无法找到真我呢？每个人生下来的时候都被老天施了障眼法，或者打了封闭针，把真我牢牢地捆住了。我们经常说，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迷局，它就像一个被设计好的程序，程序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迷失，它会用各种表象、假象、诱饵、欲望来迷惑我们，
人生看似有无数的选择机会和可能性，其实都是障眼法。这些东西的设置，就是为了让每个人都不能找到自己，也因此绝大多数人都被他们带偏了，活在世俗的价值评判里，活在别人的眼里，活在社会制定的标准里，活在自己的欲望里。于是我们离真我越来越远。这样的人无论怎么奋斗，无论多么成功，最终都不会幸福，因为他们内心始终有一个真我在呼唤，这些不是我想要的。遗憾的是，绝大多数人都不能从学校、老师、家长那里得到这个提醒。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本该是认识自己，我的性格如何，我的天赋是什么，我该如何树立理想，但我们却都被当成标准零件一样去培养。我们的爱好、天赋、个性被一点点磨平，然后被卷进社会这个大机器里搅碎，最终一体内卷，苟且偷生。而社会上的一切仿佛就是为了碾碎真我而设计的。我们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着往前走，按照社会的标准成长，要不断忽略自己的特点，最终失去自我。即便有的人觉醒了，千方百计地想从这个压迫感中逃离出来，然而最终能成功逃离的也只有1%，99%的人都被顺利碾碎。即便你毕业时成绩优异，获得了一份高薪高压的工作，如果那种工作并不是你最想干的事，你早晚也会因为厌倦而离开它。即使你学的是理工科，如果你最热爱的是创作，早晚有一天你会用你的闲暇时间去创作，而且会因为做得很好而放弃原来的工作。人生的一切迷茫、焦虑、抑郁，都只是因为你离真我越来越远了。想想我们的人生，是不是冥冥之中似乎总有一张大网将我们笼罩，我们终其一生都无法逃脱？我们称之为宿命，这是因为我们对真我的存在毫无察觉，所以我们总觉得被掌控，但又不知道被谁掌控。荣格最关键的一句话是：当潜意识被呈现，命运就被改写了。也就是说，当你找到那个真我，跟他对话和解，这时你就不再被他操控，而是跟他和谐共处。其实，所谓的宿命也就不存在了。觉察难还是改变难？其实觉察比改变难多了。我们有了觉察，就会在潜意识里开始改变。人最怕的就是没有觉察，执迷不悟，固执己见，狭隘天机。最终你会发现，真正阻碍你的不是能力、时间、方法、步骤，而是你内心始终不敢直面的东西。你总是见到它就躲避，比如自卑、偏见、情绪化、狭隘、无知、自私等等，这些才是寻找真我的最大障碍。如果一个人找到了真我，他一定能成为一个优秀、成功又幸福的人。人生的上半场是给自己贴标签，用社会的条条框框把自己固定成型，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，完成社会赋予你的任务和使命。人生的下半场是给自己撕标签。当我们完成了社会赋予的任务，就开始向内寻找自己的热爱、向往，全力以赴，奔向真我。生命就像江河，无论多么曲折与蜿蜒，最终目的地都是要奔赴大海。愿你我都能在迷雾中找到自己的道路，参透生活之道，成为那1%的人，驾驭自己的命运，掌控人生的智慧。